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跟考拉喝杯酒》，我是温哥华的考拉爸。我这个频道其实很少录采访视频，好多人都跟我说这个讲移民录采访视频能火，但是我一直没录。我跟这个张工今天的这个采访视频，但是我特别想录的，因为我们俩大半年之前就见过了，然后我们在这张桌子上喝酒的时候，就说我一定要在洛杉矶找你录个采访视频，因为他的故事实在是太牛逼了，我特别希望所有人都能看到。就是张工自己有个频道，首先啊叫我是张工，就是弓箭的弓。对，他的频道记录的是他整个走线来美国的这个路程。但是跟普通人不一样的是，他的这条路程里，他带了他的老婆、小孩还有他爸、他妈，一家5口人，而且走的是。大概是这个所有走线美国路线里边就最艰难的那一条，时间特别久的那个路线，所以他的这个频道我推荐给你是希望你们能把它当一个故事看，不是希望推荐给你们一个攻略，就是看完之后要让你们学着怎么走线。我个人先说明我们频道的观点就是不推荐大家走线，就这条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风险太大了，太危险了。我希望的是。你通过，因为我们都是温室里的花朵长大的，我们都生活在有规则的世界里，我们顶多就是看别的旅游博主出去旅游，就觉得哎呀好羡慕，很牛逼。但他这个不仅仅是一个旅游，他还是一个把全部身家性命都放在这里的一个长途的迁徙，其中遇到的事儿和发生的情况。我觉得看完他的频道30多期视频，就感觉好像自己走过了一遍一样，我觉得还特别有意义，所以推荐给大家。也希望你们看完能打消这个走线的念头。对。然后我们今天做这个频道，我给他准备了几个问题，我们赶着问这个问题，赶着这个闲聊天啊。因为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张工原来是吉他手，也是音乐老师。对，就是吉他老师。对，然后自己有吉他学校。有。在国内。本来属于过的还是大家比较羡慕的，就是小康中产这么个生活状态，还不错。反正最重要的是有时间。对，然后在国内生活的还不错。那最后，第一个问题就是当初是什么原因导致你我非得要移民，我一定要走，而且要采取这么冒险的方式，我也要走，我就在这个国家我就过不下去了。这个说来话长，第一个就是政治原因嘛，就是因为这个做了一些。得罪了当局的事儿，这个只是一个点而已。其实还有很多，就像一些不公平、不平等的事情，经常在身边发生。然后我胆子特别小，然后我就经常就担心，如果说有什么样的悲惨的这种事情，然后发生到别人身上的时候，别人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明白。然后如果说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时候，我想象过很多次，有好多事情我都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明白。而且我没有办法去抗衡，也没有办法去改变，所以我是一定要离开的。你跟我是一样的，我也胆小，我就是就我特别不理解别人，就是说你们家住20楼。着火都烧到3楼了，你还不跑，你还惦记才烧到3楼。我是那种看楼下有着火隐患，没有逃生通道，我就搬家了。我不会等那火从1楼烧起来，我还不动它。对，而且在疫情期间，感觉这个火就是已经烧到10楼了。其实就是长期以来已经下定了一个决心，就是我要走，但是会有一个触发的点，让你觉得我要走，而且是冒这么大风险我也要走。其实做这个决定的话呢，就是说不可能是我单独一个人的决定，因为我们一家5口嘛，孩子还小嘛，孩子他就跟着我嘛。但是，我自己来做这个决定，如果说没有经过家人的同意的话，我也肯定是不会去做的。它的风险我知道是非常非常的大啊，但是肯定是由我来先扛起一把旗，然后就是我在和爸爸妈妈呀和我爱人去聊，开始行动。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爱人。我们还没有离开中国的时候，我爱人就已经手抄的那个走线的那个攻略都。这个是我今天头一次听说的，而且我没想到。对，他以抄 A4 纸抄了几十张的，就是各种线。就有的时候女人比男人更勇敢，而且更有决断力。对，然后他就说你每天都在这念叨，然后每天都想，既然咱们想去。因为之前的时候好像和你说过，就是我是要做那个叫什么签证啊，包括什么的，但是那种方法的话只能我自己。但是现在
就是现在的话，我肯定就是不会再选择这个叫偷渡的这个路线。明白。我看你偷渡的这个过程当中遭遇到的风险，就包括能达到有生命危险的这种级别的风险，应该都不止一次。不止，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除了生命的风险之外，也要就是面临那些讨厌的，就是一直被抢劫，走一道被抢一道的这种风险，全程都是在这种风险下，而且全家就说白了，我们这个岁数就是掌舵的，就是你们家族的命运是受你这个决定影响的。对，我问一下，当时你走的时候，你姑娘多大？走的时候应该是9岁。9岁，然后你父母的年纪多大？当时？我父母50多，55、56就左右这个水平，对吧？而且实际在过程当中经历的风险是很多人无法想象的，就是很多人走线过来都会说，包括你说你在那个移民监狱里遇到哥们儿也跟你说嘛，说你真牛逼，我们都是自己出来，你看全家一起走出来，因为也确实就这一次机会，你要不是全家一起出来的话，以后大家能不能见面就不好说了。这是一个点。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我喜欢写歌，这个你也知道的，就是我爸爸妈妈如果在国内的话，他会受到很多的骚扰。过年的时候我写了一首歌叫《不知道你听过啊？就他写了一首歌，歌名不重要，然后对，然后就我爸妈都来了，但是我爱人他爸爸妈妈还在家。然后山东省厅的警察就去了。大年29去的。然后一直到初1才走，然后现在都已经把我删掉了，就在家过年去了，就是。对，然后就现在家里边所有的亲人都把我的联系方式都删掉了。而且当年你最早出来，最后触动你离开中国那一个点，就是因为写歌。那个也算是就是说其中之一吧。像教育，包括整个环境，然后还有写歌。还有没有办法去表达？疫情封城期间写了一些不该写的歌，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之后，那个歌突然火了，是吧？对，就很突然的，就因为当时所有人都憋着那股劲儿，但是大家没有嘴替，你就相当于出来枪打出头鸟，就你当了个嘴替，然后紧接着火了之后就被封了。对，然后就把我带走了。但是他们态度还都挺好，泡的绿茶，劝诫对，你还有茶喝啊？对，有茶喝是大家都叫这个行为喝茶，但是真能喝上茶的是级别还不错的，正常连矿泉水都没有。对，在那喝了挺长时间，得6个多小时。哎呦我的天！对。然后紧接着这个，听说你那个事业也受影响了，学校也受影响了。我的学校是一个新楼盘，然后一个商铺，上下有不到300平吧，差不多有300平。也是我所在的县城最好的楼盘，他让我做抗震，那个房子是刚交房了2年，就是我抗震1年做2次。这个很简单，你在中国做任何生意，要是想折腾你的话，就什么抗震啊、消防啊、卫生啊，它环保啊，它有的是招能折磨你。而且是必须指定的单位，你拿别人做的还不行，就必须指定的一个单位，然后去做一次7500。你别说这个了，就是你办一个很小的事儿，都得指定你必须去我们家门口那个打印店去打印那个 A4 纸，就扫描一个照片，就必须去他家扫描拿回来给我。是这个意思。对，为了让频道的观众，因为你们今天看到的会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你会看到的是一个人，你想啊，就办加拿大移民的人，好多观看我频道的，他很有感触。在整个移民过程当中，不停的焦虑，经过几年的时间的努力颠簸，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快拿到身份了，突然有一点事儿又拖了他1年多。这个走线美国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我辛苦个20多天，还是10多天？对，我是26天，我是比较快，辛苦20多天，然后一劳永逸，以后就永远稳定。所以说，对于他来说，你们看到的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但是我不希望鼓励你们啊，所以我一定要问他，就是说，在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那种特别后悔的时刻？就是你知道爬山的心情啊，就我爬到一半累得都不行了，但是我又停不下来，因为我知道我要下山的话，就是爬山那么多人，我自己往下山走，我已经没有那个机会了，就是我只能继续走。有没有这种特别后悔、特别崩溃的时刻？有，因为我还年轻嘛，然后体力的话倒没有觉得真的有那么的难受、承受不了的那种。但是呢，这个心里面的这种压力的话，真的就是有一次我是受不了了。对，就是在那个加勒比海边的时候。就是你看到小船的时候。
对，然后因为我们是那天下午就到了一个叫难民营，然后在那里面休息好了之后就坐那个三蹦子，然后拉着人就去海边了。但是它那海边呢有一个高起来的一个小丘陵，我们都在下面，我就想上去看一下。我站到上去，就是我爬上那个小山坡之后，我看到了应该是，如果没记错的是四条或者是5条小船。我看到那船的时候，还有那个海浪的时候，我当时非常想放弃，我想回泰国。我看到你节目里描述那个，然后你拍了那个小船的照片，一闪就过，因为它不允许拍的。对，就是那个小船在面对，它是要穿越那个海峡的，它不是在温哥华这种内海钓鱼的那种，它是要在那个风高浪急的时候，而且还不能开灯。我在船上的时候有一个就是中国女性，然后拿手机，快到岸边的时候，因为快到对岸了，她感觉没有问题了，然后拿手机打了一下灯，然后那个船长就非常生气，就几乎是暴躁的状态，因为对面就是海景。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看他这节目看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刺激，就是因为你这辈子没有过这种经历，一堆海景在海上，然后你一边熄着灯，偷偷的坐船潜入到另一边，而且在风高浪急的时候，那个小船，我看了一眼，我就觉得我能理解那个心情，就是看完了你就知道今天晚上可能就要交代在这儿了。对，有可能是最好全家都特别会游泳。其实当时内心真的非常挣扎，虽然内心想着要回泰国，但是也只是这么一想，其实不可能的，是不可能回去的，肯定要向前走啊。都走到这一步了。就非常想哭，但是不能哭啊！我一哭，你一家人都怎么弄？然后我下去的时候，我父亲就问我是不是怎么回事，我就说哎没什么，就这条船这么多人都在坐，每天都有这么多人走嘛，就没问题的，大家都很安全的。但是前2天不刚，这前几天不死了，就是这个，就是走线的这条路上，你自己走着，但是你就能听到同行的人，会有的人死，而且有的人甚至就是你在道上见过的人。我在哥伦比亚的时候，因为有比我们先走的嘛，我们还有联系。在土耳其的时候，我们就是他比我们早走几天，他们当时就在那个，叫内科克利嘛，好像就是在那个地方，然后就是海边嘛，然后就没让他上那个岛的原因就是那个岛上死了很多人的尸体都没有拉走，所以说就不允许，他们一直在那等，一直到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才一起走。我还听说你们在那儿有一个大姐是坐车坐到一半翻车了，然后又枪战又干嘛的，被那个黑帮。对，这个是在危地马拉的时候，就是首先危地马拉这个地方是我自己走的，我没有找那个叫帮派的帮派啊什么的，因为我就是说听别人告诉我说找他们非常危险，他一辆私家车拉8个人，晚上跑山路，然后跑100多迈，然后就是经常会出现事故。他们帮派之间的这种争抢这个客源，然后就火并了。就是其中有一位大姐，她坐那个车上，就是把一个中国人的这个一个是腿断了摔断了，然后一个是手打穿了。在我们的生活里是想象不到你会坐车坐到一半车翻了，还有人拿枪来扫射你们。对。我听他的描述，在这一路上，在各个你数过你走了多少个国家吗？中国12个，一共12个国家。这12个国家里边，开头的那么0星2个，可能还是合法的，还是要去入海关，还要跟人讲说我要去旅游。但是其中是从危地马拉还是从哪儿开始？就是从一个点，土耳其。不是，土耳其入境这个叫叫厄瓜多尔嘛，基多入境基多，然后还是需要签证的。但是往后面，对，从那儿再往后，就全程你已经是一个黑户了，就是警察查你不行，完了海关发现你不行。然后一路被人抢，就极其不靠谱，而且在这一路你会感觉到我们就是那个大肥羊，就这一路这些穷的国家就指着你们来经济支援建设他们了。对，所以每个人都抢你，然后当地的帮派因为能拉你，所以他挣了很多钱，别人就会眼红，对，别人就会过来跟他枪战，那枪战打的那个子弹横飞的时候。能不能打着你就是看运气。普通人在我们这一生里，虽然生活在中国有很多事不公平，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个有规则和法治的社会里活着。但是这个就感觉你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上正常的规则和法治。走这一路过来的时候，这个身份本身它就是违背了法治的。所以所有违背法治的事儿都会围绕着你。对，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就像那个加拿大他们办雇主担保移民造假的时候，就是当你开始造假的时候，那给你办的人
他也可以不讲规矩不讲规则。我相信啊，你可能是有不止一次的那种心情，就是崩溃到觉得妈的有点后悔，或者说就是因为回不去了才能咬牙往前坚持，或者没有，就是包括我刚才说在加勒比海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后悔，没有后悔，没有后悔，只是我觉得当时会想着我要回去，但是没有后悔，真的没有后悔。崩溃可以叫崩溃啊，在崩溃的时候就是在就是穿越危地马拉的时候，穿越危地马拉的时候是我自己，对，没有找任何人，是非常非常的难的，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我孩子还发烧，然后对，那段我看了，特别扎心。对，一夜之间，然后他眼睛这个地方就是长了那好大的一个红包，就那么瘦，就看起来很让人就是说，对，那也不是一个说你出门买药就能马上拿到药或者找到大夫的这种环境。而主要的就是说，你不管和任何一个人说话，你都要斗智斗勇，都要去提防去，他说不定真的会有一个人，就是你上了他这个车，如果这辆车它是一辆公车，上面很多人，我可以上；如果不是那种公车，私家车，我不敢上。有一老头大半夜跟你说我睡不着，我免费带你去找旅馆吧。那个就是这一路上我的一个属于我的一个保护神吧。对，但是你换很多人，他就不敢跟他去，就谁知道会不会给你拉到哪个胡同里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看那个人长得就是老神仙一样。走在这一路上，第一你要经历的是路过的每一个人，包括一个公交车司机都会抢你钱，就公交司机，这大巴车车上全都是人。他就明摆着，就是我跟他就收2块钱，跟你300。有很多，有的人就会觉得，哎，可能抢到最后就习惯了，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习惯的。但是我想说一下，就是他们在抢钱的这个，并不是说像在网络上很多人说的真的，至少我没有遇到，他们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抢，只是找你要。可能我卖给别人5块，我就找你卖给你500，但是你可以还价嘛，然后你可以还到300，但是你肯定要比别人给的多。但是你肯定，你大概率很多人当时就不敢下车，或者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你也没招。对，但是搜身的话呢，只有这个警察，然后他们背着枪的，只有他们背着枪的人才可以搜身。搜身也是斗智斗勇，全身好几个藏钱点，反正是。搜到哪个就是哪个。如果说你姑娘都学会藏钱，反正他藏自己身上的，就是说他们就抢钱怎么都很坏，但是他们都有底线的。我并不觉得他们真的有那么的坏。他也不是为了弄死你。对，而且特别是哥伦比亚这个国家，他抢的是最多的。有的人可能只穿越这一个国家需要被抢20次，他是越往后面他抢的越仔细，他搜的越仔细。前面的时候他可能他就是找你要，你给到20、30。他要给后面还要留，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就搜身呀，干嘛的？我还看到了一个特别痛苦的地方，就是这个我深有感触。你当年出国留学，我去俄罗斯，俄罗斯就是一个比较混乱的地方，一群同学在一块儿，我特别理解。就是中国人这个人一旦成堆儿的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永远涉及到就是大家那种社会性被激发出来，我要跟别人搭伴儿。但是你一旦产生这种搭伴组合，就会有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意见，就要不停地面临，你自己要有足够的判断力和勇气。你正常做移民的时候是一样的，你就是那100个人憋着坏想骗你钱，你要一直做判断，说我去这个事儿我不能干，这个事儿我必须得干。对，而且跟你搭伴的人、同行的人、关系最好的人走到一半，可能就是一个意见不一样，大家就得分道扬镳。对，我这一路上和所有人都分开，只有在危地马拉。我视频里面有一个叫小宝哥，我不知道你还有印象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你说小宝哥。然后他这不是来洛杉矶找我来了。前几天的时候我还问他了，就是又问他一下危地马拉，他说不要提了。就我刚才和你说，一辆私家车他拉8个人，人压着人。OK。对，就是那么个状态。然后中间他是有6、7个小时的时候，是因为车爆胎了。OK。但是没有翻，差点翻了。他们才下来上了个厕所，然后接着又上去。你一个错误的决定，命运就是你们一家人都跟你上这辆车，可能都会有这种风险。所以说，我就选择了自己去走危地马拉嘛，我就搜地图，然后坐它的城际公交，就一路倒了，就是得有7、8个车。所有同行的人都劝你往那边走，自己家人也劝你，就不能跟大家分开。但是你知道走那条路有这个风险，你就得坚持到底。确实花费很少，找他们就是帮派去帮忙的话，花很多钱。只是说到最后的时候，
被坑了，就是那个出租车的司机，他和我说$10，然后到最后他让我的眼睛能看到那辆大巴车的时候，他找我要200，如果不给我，掉头就去警察局。对，你不给我，我现在立马把你送到警察局。我上他的车，我就觉得这个人好，很胖，然后说话飞人，我还给他买矿泉水，给他买饮料，买雪糕。我听你讲那30多期视频，我觉得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人一直被抢劫，一直被讹钱的过程。就是在这种越是没有规则的地方，或者是尤其是华人啊，那我们都开始人人自危，开始紧张，需要不停做判断，不停要研究搭不搭伙的时候，我相信你会更彻底的能看到人性的这个善和恶就在压力之下表现出来，那是没有办法伪装的嘛。对，所以我特别想听一听你说你在一道上看到的好一面，就像小宝哥这种好人的例子，或者是国外的啊，或者是坏一点的例子，大概是能做到什么程度？啊，这个我先说好的吧。好的就是小宝哥他本性就是这样，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他是他家最小，他上面4个姐姐，他也小学没毕业，没有什么文化，就是当然我也一样，我也没毕业啊。他非常善良，他非常愿意去帮助其他人，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他只要看到孩子，或者看到需要帮忙的时候，他第一时间，我不管你是什么种族、什么语言，我只要看到你需要帮助，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对谁都是这个样。再有好的就是说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就是雨林里面的那些个向导就是他们就是当地的居民嘛，真的没有任何复杂的东西在里面。他们找你要钱的时候，我背你这个包60公斤，我找你要$100，给他60不行，80不行，90也不行，我就100，你少1分你自己背我不背，但是你给他100，他帮你背，他就只给你背到就是下一站。就是到那个地方，他把东西给你放下来，不会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出现。然后，而且向导呢，就是谈好了钱之后，其他的你要是就是需要他帮忙的时候，他都会非常的。就像你说的，就是当我们出来走到那个位置，穿过雨林的时候，我们就在规则之外了，我们就不受法律保护的那种感觉了。所以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其实你才能看到一个人，这就叫契约精神。对，就虽然他不是在现代社会生活的人，对，他也很穷，他也没有经历过什么荣华富贵、高等教育，但是非常有契约精神。对，我们只要谈好了，我们都共同去遵守这个契约也好，口头约定也好，你付钱，我去替你完成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当你遇到了身体原因或者遇到了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他们不会在乎钱的。我认为他们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因为我们都是人。人性底线这段故事，我们等会儿跟大家说，那个是我觉得整个途中最惊险而且最神奇的一段，比较次一点的人性，你看到的。因为我也不会讲英文嘛，说有个翻译机可以和向导什么沟通，就其他族群的人我们就是沟通比较少，我也不能去说就是怎么去说坏呀什么，但是中国人还接触比较多，没有深度的接触，只是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到一些东西。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在雨林里面也好，或者这一路上，肯定会有一些感觉自己也没有任何人帮助啊，就比较孤立的那种人。那么遇到这种人，如果你是一个男性，可能就没有人去在乎你，没有人去帮你。如果你是一个女性，可能你周围就有好几个男性愿意做英雄。然后做英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可能就是说我把这个东西说的就太坏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点，还有很多。当他们在自己的这个身体啊，或者说是心理承受不了的一些这种压力的时候，他会表现的，你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对谁都是非常的和悦，就是为了让你告诉他下一步怎么走或者怎么。但是他只要得到这个信息的那一瞬间，OK。不说过来给你一巴掌，最起码他就直接就可以指着鼻子骂你。我听你说的最多的是一个福建的大哥，哎，我早就把他忘了，那家伙太坏了。那之前在中国的时候，那是我这一生见过的最，其实就是我当年出国留学，就是你说的这个走线的经历，我反复就能回想起当年在俄罗斯留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年纪都不大啊，但是就会有人就是本来他性格是有这个缺陷的，但是在国内他固定的生活模式里他体现不出来。当他生活里开始出现不规则的
情况和风险的时候，他那个人性突然会被放大。对。然后他的这种自私啊、巨婴啊，就会让其他人觉得我操，你这个人怎么能这样？从来都不管别人，就即使在很危险的情况下，在说告诉你不能干什么，我不行，我衣服湿了，我不能衣服湿了，我就要站起来。我就对，我在这一路上看到过的最恶毒的眼睛，就是来自于中国人的。说不好听的，底层互害的那种跟你无缘无故的仇恨。对。我听那个大哥做的最次的一件事啊，就是你正常在我们自己中国人里边互相坑人丢人也就算了，那大哥在雨林里边走不动了，而且他的人缘太差了，就是这一路上所有人都不愿意帮他。是这样，其实他也很少和其他人交流。一个东北大姐，还有一个大姐，还有小宝哥，还有他姐夫，还有东北大哥。我们几个就是约好了从基多一块出发，我们就是一个小队伍，然后他们都听我的，就是我年轻，然后他们说我普通话最起码比他们讲的稍微好一点。小宝哥他姐夫结巴的非常厉害，我有翻译机，然后就和向导什么沟通，所以说一路上都是我去说怎么走，他们也都非常信任我。到了基多那个另一家民宿的时候，就是那非常好的那老板娘，还帮我邮寄东西嘛，对，然后就认识了那3个福建人啊，对，我并不是说福建人不好，福建也有很多。小宝哥也是福建，对，小宝哥也是福建人。就是认识了他们3个之后，他们3个主动拉着我，叫上我了之后，就和我说了很多，就是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们在内科克利的时候，就是马上要跨那个加勒比海的时候，他们3个把我拉到他们的屋子里面，告诉了我一件事情。他说：“兄弟，我这边有一个渠道，6000美元，咱们出了雨林之后，直接就有人坐飞机直接到蒂华纳，就是到墨西哥。明白啊，然后但是呢，他这个一共就9张票，那9张票呢，我家5个人，他们3个人8个人，他说这个事情你可千万谁都不要和他们说，这是我们刚刚在这个叫基多的民宿的老板那里，我们说好的就是这一路上。谁也不放弃谁，谁也不丢下谁，共同进退。从那儿走了之后，我们刚刚经历了哥伦比亚，真的很折磨人。哎，不知道这辆大巴车什么时候停，一直在大巴车上那么冷，然后随时被警察抢着。经历了这些之后，并没有说中国人常说的共患难要怎么着，对，好像就是生死兄弟。大家还是纯粹的利用关系，但凡能撇下你的时候，毫不犹豫，对吧？对，但是我也很明白他为什么他没有找别人，他找我，他觉得就是找我。我这一路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多人我们见过面的人，然后他们先走了，他们都愿意给我分享一些消息。有一些当地的中国人的这种，他们叫蛇头，其实就是在当地做一些这样的生意的这些人。有好几个小哥，他们都有任何信息，他们都主动和我说。我相信啊，会有很多人在看你的，就是知道你这件事儿之后，他们会给你一个评价，是他们会觉得你太冲动了这个决定，甚至是觉得你不负责任。因为就是你自己走线其实无所谓，但是你是全家有老有小一起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走，很多人会给你一个这样的判断。但是我看了这30多期视频，我心里是非常有数的。就是张弓在这一路有2件事特别厉害，其中之一就是你知道这一路上你是没有即使你看再多的攻略，你是没有确定的信息，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违法的，它是没有大众点评可以谁好谁不好的，你是要一直做判断，一直有信息差。然后在无数个正确的判断，才能让你比别人省劲儿一点，或者是安全一点，快速一点，能到达这个地方。这个是很厉害的，这个需要你有很强的能力，而且你跟很多队友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得信任你，都得跟着你一块走，这个是需要很强的能力才能做到的。第二，我更佩服的就是他有一种啊，就是大家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这么累的情况下，他还有一种出来旅游的从容，他动不动就是哎呦这个夕阳太美了，或者是啊当时有好多蝴蝶，就是到哪儿都要弹一段吉他，哎我要在这个河上弹我自己唱的自己写的歌，就是他有一种跟这种艰难完全不相容的从容感，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厉害，就是可能也是这个人为什么一定要离开中国，就是这个东西在中国好像容不下你这种有这种精神的人。就是我觉得我这种表现，当然有很多是发自内心的，但是我看到那么美的那种，就是朝阳，我真的从来没见过，包括夕阳也是，我之前在国内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漂亮粉红色的夕阳，对，突然一下子就真的太漂亮了，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必须这个样子，我不停的要笑，我不停的要让大家知道我是非常开心的，我胸有成竹。对，你是 leader， 你要感染这个队员。对，我和我女儿在雨林里面，我就是一直在和她开玩笑，动不动就和她开玩笑，和她就是讲一些什么，然后她在反馈给我什么，我们两个就聊着就已经。雨林都已经过来了。我刚才有一段没说完啊，就是我看整个过程中，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个福建人，当他在雨林里走不动，没有人帮他的时候，其实谁都不管他，把他撂在那儿，他就是有生命危险的，或者说他会很惨。最后那2个人还是求到你，因为没有人愿意帮他，是你去帮他跟向导说，对，说你们就抬他一下，背他一下。他愿意给你们钱吗？最后我帮他找，因为向导身上当时已经负重很多，没有能力再去背人。我找了好几个向导，我当时我帮他的时候，我就过去找的就是那个福建人，我就指着他鼻子，我爆了句粗口，我说我不说粗口的，反正我就骂了他一句，我说我不管你的话，你就得死雨林里边。这个当然是我说的气话，就是没有人管他，他也不可能死在里面的，向导不会把他丢到里面的。就后面我妈妈的事情就是说就已经证明了，他不可能把任何的人留到这里面的。但是我当时就是太生气了，就想骂他一句狠话，骂了一句狠话之后，我也消了消气，我就还继续帮他们。帮他找了3个年轻的小伙子，他们不知道是委内瑞拉还是哪的，反正也是南美那些国家的。然后谈好了350块钱，我具体数字记不清楚了，反正好像350或者150吧。负责人家3个人说了，我们不能背他，我们背我们自己也走不动，我们3个人可以就是说2个人就是直接把他架起来，架着啊，然后。有一些比较难走的地方呢，我们扶着他走；不难走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搀着他怎么着。当时他就点点头，但走到一半的时候，他就把人甩了。就他体力恢复过来了，恢复体力，然后开始赖钱了。就对，我自己能走，我不用你们搀我一道。对，就不用你们搀我干啥？我不用你们。最早在中国是有人敢扶那个老奶奶过马路，老头老太太晕倒是有人敢扶起来的，就是因为有人从一开始破坏了这个契约精神。对，然后对方也就整个这个契约就崩坏了嘛，就没有人敢相信。你这么做不光是坑了你自己一个人，是未来走这条道上想找向导的那些中国人也会被你这种行为坑了，因为他们不敢相信你了。你他妈什么人？就是我这一道，我至少搀你走了一半吧。最后他给人的钱很少，反正就是没有给完嘛，就给了一点点嘛。到这个阶段，我觉得假如你还没有关掉视频的话，我们可以跟他讲一下这个全程我第2喜欢的故事，就是他说在雨林里边，就是当时有人有危险的时候，那个向导没有抛弃他，这个就是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事儿。就是那个雨林，首先你先说一下，你们是从几点走到几点那天？时间我给忘了，反正天不亮我们就出发，就是一大早。就是我拍那个朝霞的时候就已经走了有40分钟1个小时。OK， 我估计应该是4点。就那天你们可能步行时间在12个小时以上。这以上。12个小时以上，而且其中很多路段，假如你看到它，我看的时候我都崩溃了，就是它没有路，它就是那种大石头和什么树根那种，就是你还有过河的，就是你要在那个石头中踩着这个石头，再踩那个石头，再踩那个。为什么有人会摔断腿？就是它不是我们平常走 hiking 那种路，就是走12个小时，而是走这种路就是那种路，可能半个小时，一个普通人的体能就会觉得有点跟不上了。而且当时他是带着大人、小孩、小朋友，首先就体能跟不上，身上还背着一个30多公斤的包。在这种情况下，我印象最深的是小朋友现在是体能跟不上了，然后是找导游，只有勇敢的小宝哥，他那个朋友还在帮别人背东西。哎呀，向导身上得背，说100公斤有点夸张，80公斤绝对是多。在最后的时候，那个完全撑不住的是你母亲先撑不住了。不是因为我母亲她这个人呢，就是说她总是不喜欢拖大家的后腿，从一开始走一直到她体力透支走不动，她一直都在保持在队伍的最前面，她都50多了，她就是说不想让我们感觉到就是她需要帮助，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直走，不停的走，我还在很后面呢，然后就叫我跑过去之后，我妈就说整个脸色都是苍白的，躺在那就是一直在那抽搐，然后就没有办法，就非常着急，然后我爸就赶快过去，然后就抱着我妈，我妈就坐在我爸怀里，
喂它水，水就顺着嘴往下流，也喝不进去。假如是我的话，这就会是我全程最崩溃的时刻，就是好无助啊！你那地方你也没有医院，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只有一群身边的人，但是他们在不停的往前走，离你越来越远。对身边的那些人，看到我妈妈这个样子，因为我知道，就是前面我忘了是谁叫我的，是东北大哥，反正是谁。当我走到我妈妈身边的时候，我们这一群人全走了。就是我们本来我们的这一个小队伍的人，明白，然后全走了，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就像南美人呀怎么着，他们也都走了，还有就是另外的一些中国人，他们过来只是看一下，没有，只有一个福建的一个个子高高的福建大哥，他说了一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知道我名字啊，他说张工，你在这也别着急，在这好好歇歇，你再走，然后只有这么一句话，他就走了。小宝哥我让他走，我爸让他走，他就死活不走。只有小宝哥留下了。一个小宝哥，还有2个向导，还有就是非常大的一个舌头的妹妹。对，他和另外一个就是黑人女性嘛，他们2个人一起，然后走在队伍的最后面，然后他就留下来给我砸了一块那个叫什么东西，好像糖一样的，他砸下来让我妈含到嘴里面，他说你可以。他可能是意思就是缺糖嘛，然后让他吃一点就会好，你们不要着急。然后他们就也走了，但是他也在那儿陪了至少10几分钟。然后另外的2个向导呢，就开始没有谈钱，其中1名向导他们身上都背着有刀，3名向导，1名就是一个年轻的个子很高的，一个年龄大的，我都有照片的，还有一个背着枪的，然后那背着枪他不干活的。然后其他的2个身上背着刀的那个年龄比较大的向导，他没有和我谈任何的钱，他就上山砍了2棵树，然后树枝，然后另外让那个年轻的向导就疯狂的往前跑到前面捡回来一个大的那个叫丢掉的帐篷的那个布，然后就他想要做一个简易的担架，让我妈妈躺在里面，担架做好了，然后小宝哥和我爸，我们就帮忙的背着向导身上的包，然后我妈妈就把他就是躺到那个布子里面。当时我真的我印象特别深刻，你们在雨林过了一晚上。他就告诉我，你这把吉他要被销毁，就非常挣扎，非常的就是想抵抗，但是自己的这种善良的人，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能感受到别人的善良。马上就要联系到我最喜欢的一段故事了。